我发誓，这是我见过最抽象的射击游戏了。游戏它刚上线，全球比赛办起来了，比赛阵容更是闻所未闻，太逆天了。就你甚至能看到换装女主播跟国内外知名 LPS 选手同台竞技，你说专业吧？确实一堆国内外 LPS 职业选手参加，这小叮当、韦神、国外的奥拉夫、初代 TOP 1狗头人科尼艾斯等等。但这火线妹、围棋战鹰甚至玉梦，瞬间让我感觉并不简单。那就是三角洲行动9月26日上线，还请了吴彦祖代言，同时搞了60多人的全球 LPS 全明星赛，60多人32v32，在这全面战场的模式里角逐，分为进攻方和防守方。进攻方需要突破敌方防守拿下区域，防守者则需要抵御敌方进攻，敌方进攻兵力消耗殆尽则防守获胜。反之，进攻方在有限兵力内拿到据点则进攻方获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三角洲行动是有干员系统的，不同的干员会有不同的战术装备，比如这个突击的红狼可以增加冲刺速度以及发射3连装手炮，进攻的威龙可以发射空气弹爆炸击倒附近的敌人，可以进行长时间的控制，还有这个辅助的风衣不仅能封烟，还能自动追踪队友治疗，远程侮辱大招可以发射一颗可控的导弹瞄准敌人。这几个角色下来能组合的搭配就非常多了，同时枪械也是可以自由 DIY 的。那这部伪神跟小叮当还交得上 M4 的改装，看一下你的 M4，我总感觉我的 M4 跟你的 M4 不一样，说明这改装方案对枪械手感的精准度啥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。OK， 这边游戏开场不得不说，颜值博主就是不一样。这玉梦直接自带装备入场，好家伙，偷偷穿攻速装是吧？我说毛子怎么春光满面呢？找到原因呐！可以看到，虽然战场复杂，但是职业选手毕竟还是职业选手啊。这小叮当直接蜘蛛感应，嘎嘎乱杀。不过这游戏枪法好，并不是万能的。这32v32没点真家伙怎么行呢？好家伙，开上坦克了，直接骑上来。最搞笑的是这个解说的视角看，里头是真有驾驶员呐，太真实了吧！不过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导弹啊？不是，我想怎么还有这种武器啊？这一炮炸死了都不知道。后面几局大家熟悉完游戏也是彻底放飞自我，第3局刀战直接开始载具大乱斗，好家伙，拿把刀直接上去给人开车的刀死了。看一下小叮当正在跟别人击剑，他逃我追，小叮当滑铲滑到别人车底下去了。甚至之前零击杀的围棋战鹰开上载具那也直忍起来了，直接顶前线火拼。这最后2局有新玩法了，这烽火地带模式3人1小队，不过没有这么火热，需要在队中完成任务并安全撤离，也就是类塔科夫的摸金玩法。大家也是各展身手，有开局直接蹲点当老六的，有直接收徒开箱的。那这火线妹也是欧皇附体，开局直接拿到游戏中最值钱的这个曼德尔砖，当然是会暴露位置，也是风险跟收益并存。这不给实力最强的 B 队盯上了，不得不说实力确实强。Landmark 起手击倒 F 队1名，紧接着180度拉枪瞬秒身后的火线妹。说实话，这曼德尔砖被抢的是真不冤哦。这边 Landmark 把这曼德尔砖放入了破译杖，这个曼德尔砖进入一个驻守状态，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守住，曼德尔砖就可以传到外面去直接获取。OK， 非常顺利啊，没人敢来抢。接下来只要顺利撤离，这局 Landmark 就稳了。最搞的是这撤退路上顺便把尾神给偷了，这尾神收了一整局啊，如履薄冰，马上撤退被人偷了屁股，估计后槽牙都咬碎了。同队的乌兹气不过要报仇，我要干他们，帮你报仇。好。结果露头就被秒，直接全军覆没，全给人做了嫁衣。这波兰德马克的 B 队直接吃得饱饱的，爽飞边了，真的是。说实话，比赛看的那是真得劲，尤其是这32v32，感觉不用这么吃技术啊，更吃战术多一点，而且死亡还能复活，非常适合我这种手残玩家。毕竟32个敌人，我总能捡到几个吧。感兴趣的兄弟们真可以试一下，刚好这三角洲行动 PC 移动双端正式上线，赶紧下载和海内外诸神一起玩。